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凭爱意度过余生。她在丈夫去世4年后为他生下孩子，为亡夫守寡一生，这就是歌后珍妮和傅声的爱情写照。我觉得我的丈夫是我最永恒的爱，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很爱他。我失去了他，我是不是应该再找回一个我更爱的？那除了我的孩子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有什么是属于我可以永恒的去爱他，而绝对不会变，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一个人的？故事的开始啊，像一部美好的童话故事。珍妮的母亲是奥地利人，父亲是中国人，混血基因给了她一副兼具东西方美感的绝世容颜和一副天生自带穿透力的金嗓子。她的起点有多高？17岁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就卖出100万销量，紧接着她转战中国香港，更是杀疯了。她的爆发力极强，音域宽广到没朋友的嗓音，让她成了当时武侠剧主题曲的御用歌姬。83版《射雕英雄传》里那3首传唱至今的《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全部都是她和罗文合唱的。她的歌声里啊，既有江湖的侠气，又有儿女的柔情。可以说啊，珍妮就是那个时代的 OST 女王，是和徐小凤、汪明荃并驾齐驱的乐坛3大天后之一。而故事的男主角傅声呢，则是当时邵氏电影公司力捧的公皇子。他可不是什么穷小子，而是出身于香港富商名门，父亲是香港有名的太平绅士，但他偏偏不爱经商，爱打拳，长得又帅又痞，身手利落，被外界誉为李小龙的接班人。一个是乐坛天后，一个是影坛新贵，在好友狄龙的介绍下，2个正值颜值巅峰、事业巅峰的年轻人相遇了。据珍妮后来说啊，2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傅声当即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傅声每天收工后不管多晚，都开着车绕很远的路，只为能送珍妮回家。这份带着少年气的执着，很快就打动了那个外表强悍、内心其实渴望被爱的珍妮。然而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啊，就遭到了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珍妮的父母觉得娱乐圈的男明星没一个靠谱的，尤其是傅声这种武打小子，看起来就花心又危险。而傅声的豪门父母呢，更是看不上这个在他们眼中抛头露面、出身戏主的歌女。两边都在施压，觉得对方是摇钱树，不该这么早被感情耽误。但2个同样叛逆、同样炽热的灵魂，一旦碰上，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傅声直接当着全家人的面撂下狠话：我这辈子只娶珍妮一个人，甚至啊不惜搬出豪宅以示决心。这份非你不可的决绝，让珍妮彻底沦陷。1976年，在相恋2年后，2人顶着所有压力，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场婚礼啊，轰动了整个湘江。邵氏电影的掌门人邵逸夫亲自为他们证婚，婚礼现场众星云集，婚车队伍更是堪称顶配。一辆劳斯莱斯领头，2辆宾利开道，后面跟着数十辆豪车。珍妮身上那件由英国顶级设计师耗时3个月手工缝制的婚纱，缀满了珍珠和水钻，华丽无比。那一刻啊，所有人都以为这对冲破了所有阻碍的金童玉女会像童话故事里一样，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婚后的日子也确实甜到发腻，他们会像普通夫妻一样，手牵着手去逛菜市场，会为了今晚谁做饭而斗嘴。傅声全力支持珍妮的事业，珍妮也在丈夫的影响下尝试跨界拍电影。他们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未来要生2个孩子，一个像傅声，一个像珍妮。然而老天爷似乎总是嫉妒太过完美的幸福。1983年7月6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夜晚，傅声开着哥哥送给他的白色保时捷去片场的路上，在香港清水湾道的盘山公路上撞上了山体，车毁人亡。他连最后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说，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年他年仅29岁，而彼时的珍妮正在日本演出。当她接到消息，连夜疯了一样的回香港时，看到的却只剩下丈夫那冰冷的盖着白布的身体。她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在傅声的葬礼上，珍妮抱着丈夫的遗像哭到昏厥。她决定将自己名下的公司结束运营，披上傅声生前最爱的赛车服为亡夫守灵，并且当众发誓，我永远不会再嫁，这辈子只爱傅声一个人。那一年她才30岁。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击垮了珍妮。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她把自己关在了那间充满了傅声痕迹的房子里。她拒绝了所有富豪的追求，关闭了自己的公司，歌手事业几乎全部停摆，整个世界都静止在了她离开的那一刻。1984年，珍妮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当她唱到那首《在读孤独》时，再也控制不住对亡夫的思念，对着台下数万名观众失声痛哭。演唱会结束后啊，她便彻底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珍妮会在这场无尽的悲伤里沉沦下去时，4年后，一个惊天的消息引爆了整个香港娱乐圈。34岁的珍妮在没有结婚、没有任何绯闻的情况下，突然生下了一个女儿。一时间啊，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涌向这个本就伤痕累累的女人。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了当年香港娱乐圈最大的悬案。有人猜
猜是富豪，有人猜是圈内好友，但面对外界所有的猜测和恶意，珍妮始终保持沉默。她一个人默默地带着女儿甄家平在异国他乡生活，这一守就是25年。直到2012年，在女儿甄家平成年后，珍妮才终于在一档访谈节目里揭开了那个埋藏了近30年的秘密。女儿的生父正是早已离世的傅声。原来傅声深知自己作为一名武打演员，常年吊威亚拍飞车戏，风险极高，所以她早就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医院冷冻了自己的精子，以备不时之需。在丈夫离世后珍妮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突然想起了这份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的生命备份，于是她带着近乎执念的决心远赴美国，跨越了重重的伦理和法律障碍，通过当时还并不成熟的技术，为自己也为丈夫留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这个孩子的出生给了珍妮继续活下去的希望。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眉眼间也越来越像年轻时的傅声，当年的那些流言也终于不攻自破。如今傅声已经离开41年了，71岁的珍妮依旧孤身一人，也从未传出过半点绯闻。她用自己的一生坚守了那句一生只爱一人的承诺。所以你看珍妮的故事是一部顶级的第一美学天花板。她或许充满了悲伤和遗憾，但她也用一种最极致也最纯粹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了，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可以只凭着爱意和回忆就度过这漫长的一生。她的故事也像一个寓言，她告诉我们，爱情或许无法超越生死，但是爱可以。